这次真是我看错了，他们真的好简单，一点忧愁都没有。干杯！干杯！我觉得这就像一场梦一样，美好的都不像真的了。但其实我想说，王七啊，啊，你说。这样吧，我们呢，在一炷香的时间里面，谁都不要说话，一起晒月亮。啊？晒月亮啊？王的意思是让你闭嘴啊！哦。母夜叉。但其实我想说，在今天之前，我护卫王上一直都紧绷着，时刻提防着。但是在这里，我不怕他们会伤害我们，也不怕有刺客，更不会有人下毒。是不是因为今天的婚礼很热闹？我其实还想说，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别人成亲，原来成亲是那么美好的一件事儿。我就不敢想我以后成亲的时候。我也是，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别人婚宴。以前我总在想，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是吴国人还是陈国人？但我今天想，如果我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就好了。都怪我太贪心，我忙忙碌碌一大圈，其实我们早就可以在一起，世人怎么看我们重要？何必？如果有来生，咱俩不折腾了，就找一个美美的小地方，好好的过一辈子。我在想，如果我不是陈王，那该多好呀！媳妇儿，我们不走了，可以吗？什么情况？系统又出问题了？系统没出问题，是我有急事叫你回来商量。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会这样？这个结果第一天你就应该想到。目前这个数值就像你的手机电量一样，
快冠军。可是他刚刚杀了吴良，进度条第一次被他推到这么远，我都以为他马上就要成功了，怎么会突然下降这么多啊？我这个数据不会骗人的。是不是他脱离主线任务了？是不是只要在那里，他彻底打败吴国，他就还有生还的可能？要我说，不如就让他在那里面好好活着吧。数字永生，可能是他更好的选择啊。不，只要还有一线生机，我就不会放弃。媳妇儿，媳妇儿，人呢？奇怪，这人呢？媳妇儿，我找你好半天了都，你去哪儿了？媳妇儿，你不觉得奇怪吗？这村子里的人都不见了。是我干的。什么叫是你干的？我之前跟你说过，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虚构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媳妇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即使你说的是真的，确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可我还是会选择留在这里。不管你明不明白，你现在都必须振作起来，你没有时间了。打败吴国，是你唯一的出路。吴良死了，势必还有新的吴王。为了你的子民，为了你自己的性命，你必须要回到王都，继续做你的臣王，继续抗吴，继续完成你的使命。我们不是说好不走了吗？我救不了陈国，我只想留在这儿。你不能留在这儿，就算为了我，我求你了，不然这样你就再也出不去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媳妇儿，你为什么非要我离开这里呢？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做那些我根本做不到的事？好，我承认，我做不了一个好王，我也救不了陈国，我就是个菜鸡。对不起，你说的，我做不到。陈小花，小桃子，小桃子，是谁允许你破坏我的游戏规则的？你是蓝脑公司的一员，你应该很清楚设立这个项目的初衷。K 博士设计了整个虚拟世界。吴静，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了，就让那些对地球毫无贡献的碳基生物，就让那些对地球没有用的韭菜，在这里以最低的消耗，愉快地度过他们的一生，不好吗？你的男朋友陈霄华，他喜欢这里，这里这么适合他，你就让他在这里浪费生命。哦，对不起，享受生命，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反复干扰他的选择？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打断别人说话，
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哦。我看过你男朋友的履历，他本来就不是个具备有冒险基因的人，他不可能完成你跟 K 博士遇上的终极任务。再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完成。在这个星球上有那么多人，但大部分人的存在都只是在浪费资源，他们没有希望，没有未来。你就让他们在这里快乐的活着不好吗？你的男朋友陈潇华说白了也只是这众多废物中的一员，你就让他在这里快乐的活着不好吗？这么说，我好像没有选择。你确实没有选择，是谁给你的权利让整个桃花源消失的？你确实没有选择，是谁给你的权利让整个桃花源消失的？没有选择，是谁给你的权利让整个桃花源消失的？你就让陈潇华在这里快乐的活着不好吗？就让那个废物在这快乐的活着不好吗？让那个菜鸡在这里快乐的活着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反复干扰他的选择呢？让他在这快乐的活着不就让好吗？这个废物在这里快乐的活着不好吗？让那个菜鸡在这里快乐的活着不好吗？你选择在这里快乐的活着不好吗？你选择。K 博士，我怎么又被弹出来了？快送我回去！你好，江桃。我早就说这个村子有古怪，现在看来，还真是。对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好像是王妃。夫人，夫人，夫人没有外伤，你快去找王夫人。怎么样？还好吗？你看起来很虚弱的样子。怎么样，在里边很辛苦吗？你男朋友陈潇华，我该怎么形容他呢，K 博士？一个不重要。直白一点说吧，他已经接近脑死亡了。我知道，他的脑峰值到达过73%，但你看现在，已经16%了，而且还会继续下降。所以，接受现实吧。我知道你跟 K 博士的计划，我觉得很好，真的。想法很好，但是他应该是没有机会实现了。只要还有1%的可能，我就会继续努力。一个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观念其实非常可怕。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普通人有的时候不管怎么努力，有很多事情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更何况像你男朋友这样一个佩博士，你明白我意思吗？也许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求你了。
我刚收养他的时候，他不到4个月，现在再过几天就15岁了，还有严重的关节炎、心脏病、肾功能衰竭。为了救他，我给他做过大大小小10几次手术。你为什么要救他？生老病死、成住坏空，这是规律。可能从他的角度看，你多活1分钟，都是一种煎熬。所以为什么让他留在这世间受罪呢？你是个好员工，认真负责，勤勉向上。我原谅你背着公司做的一切，但也就到此为止。我放你3天假，3天后来我办公室找我。你不能这么去定义一个人的生命，不能就这样宣布他的死刑。K 博士，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一个这么完美的世界，感谢你让所有人都拥有了一个可以住在一个属于自己桃花源里的机会，并且在那里获得他们自己的幸福。当然，我们也要感谢伟大的头号玩家。关掉无限重修模式。当陈霄华去世之后，保留这次实验的所有数据。当他再次重启的时候 ，K 博士，你的杰作将绽放在全人类的面前。3天后我在我办公室等你。K 博士，查出来没有？什么结果？回禀皇上，萧夫人之疾，病在神庭，脑者人参之大主，又曰元神之府。说人话。是。夫人此前是不是脑部受过什么重创？臣可先开2副安神的方子。臣以为，推拿针灸之法也可行之。臣等附议。臣附议。怎么样了？皇上不必过于担心，
这种病例我已经治愈过很多例了，按我这个方式抓药，保证药到病除。这位是江湖上的马神医。皇上，能否借一步说话？皇上，大司马人虽然没有回来，但是可不可以办个葬礼？葬一个衣冠冢，老臣僭越了，王妃陈可已久，老臣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再提给大司马办葬礼的事情。办。大司马戎马一生，操劳一世，为大陈国可所谓是鞠躬尽瘁。怎能让他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件事，麻烦您操持吧。王都的名医都寻遍了，都对自己的方法很有信心，但是王妃她。臣可开2副安神的方子。臣以为推拿针灸之法也可行之。臣等附议。臣附议。龙七，你记不记得那一天，那几个御医中，其中有一个，他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却没说完。臣记得，把他请来。是。如果时间停住了梦里的轮廓，还是你。循环论证的结果，重复着冲动，是快乐。你的笑最近也没有出现，静止的画面多细